嗨，欢迎来到西岸佳佳，我是佳姐。那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关于科技，还有要怎么样在职场上能够有效的沟通呢？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每天你要和各种各样专业人士打交道。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懂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切换你要讲的东西。可能上个小时你还在跟工程师讨论说怎么写程式，下一个小时呢，你要去跟法律部去开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有的时候被抓进一个会议，与会者一上来就讲一些很难懂的专业术语，听起来就很像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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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听不懂好，那他就再用其他的专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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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解释这个 blah blah blah， 所以你还是听不懂，总而言之就很恐怖。因此呢，能用一种很通俗的语言去解释一个复杂的概念，对于做好科技产品或者其实一般职场上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那在这个西岸科技公司面试的时候很流行的一个问题呢，他就会问说，你怎么跟阿嬷解释 blah？ How do you explain blah to your grandmother？ 这个时候这个 blah 面试官就会带入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然后要求你去用简单的语言去解释它，以此呢来评估你的沟通能力好不好，看看你是不是能够跟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去进行沟通。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阿嬷然后不是阿公呢？好吧，反正这里阿嬷意思就是说，泛指这个对于复杂概念不是很了解的人呐。那我还听过其他这个问题的变形，可以是说，How do you explain that to a 5-year-old？ 你怎么样跟5岁的小孩去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那当然了，这个小孩不是一个神童，反正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复杂的事情你怎么样去跟没有相关背景的人去解释。那以此为发想，我们今天就要挑战怎么样和阿嬷解释 API， 也就是软件开发中的应用程式界面呢？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哦。我们假设这个阿嬷是有手机的，那在我们手机上用各种的 App， 按几个按钮就可以及时获得大量的内容，做好以前非常复杂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出国去玩好了，那在 Google 或是其他订票网站上，我们只要输入这个机场日期，然后再按个2下，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一天所有有空位的航班还有他们的价钱。那我想阿嬷应该记得，以前要买机票的时候呢，你要打电话给旅行社的这个我们说林小姐好了，那林小姐接起来，我想要8月25号去那个法国巴黎啊，你们飞机啊。那林小姐很专业嘛，有很多工具啊人脉，所以她知道怎么样要根据阿嬷的需求找到阿嬷需要的航班。所以阿嬷呢，只要在家里等林小姐收集好资料以后打电话回来就可以了。那我们是等个10分钟好了，林小姐电话打回来了，这个美联航有位置啊，多少钱？长荣有位置啊，多少钱？那靠着阿嬷给的要求，还有林小姐手上的这个工具资源，查询机票这件事情就完成了。再回到 Google 查询机票的例子好了，那这个 Google 呢就有点像是林小姐，她是负责收集用户的需求，那 API 呢就像是林小姐手上查询航班信息的这个人脉和工具。那当我们作为一个用户按下查询按钮的时候， Google 按照 API 中规定的方式从航空公司那里获得了航班的信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阿嬷她是不需要知道说她怎么到每一家航空公司的资料库，她也不需要真的知道要怎么到不同的资料库里面进行查询的这个动作。我们只要知道说在 Google 上面按下查询， API 就会与每家航空公司的资料库沟通，跑这查询的流程，最终带回阿嬷想要的资料。那我们把这个例子再稍微讲得广一点点，阿嬷手机上面还有很多别的 App 啊，那有一些可以查这个世界天气嘛，有一些呢可以到巴黎完了以后，我们就 po 这个照片上网，然后看到有人给我按赞留言呢。那这些功能呢也是都需要用到 API 去传送这个用户的要求和带回用户想要的信息。好啦，那希望我们有成功的帮阿嬷解释这个 API 在传递信息上面的意义。那你可能会问啊，当然这个作为沟通能力的一个练习是很好了，但是我去跟不会写 API 的人能解释这个 API 的概念有什么现实意义吗？那我觉得这个就回到
我们之前的影片里面有讲到，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这个跨功能团队 cross-functional teams 合作的一个需求了。你可能在我们之前的影片在讲这个产品和专案经理的时候，有听到说，跨功能团队协调的好呢，可以做出非常棒、非常精彩的产品。但是如果团队之间相互不理解、协调不良，那就很容易造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谷仓效应 （silo effect）。silo effect 有的时候产生一种状态，就是说你不懂我的语言，那我也不想懂你的语言。那最终伤害到的呢，是产品开发的效率和质量。那在今天这个例子里面，你假想如果设计师、产品经理、研究员都能够了解 API 的概念，那他们就可以了解到说，通过写程序、写代码，利用这个既有的 API，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那什么事情是我们现在难以完成的，需要写新的 API 才行？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呢，正确的使用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增进我们合作的效率。那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那就像一开始说的，我发现要简单解释一件事情其实比用学术的语言去解释更加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学术的语言常常去依赖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复杂的词语去解释另外一个复杂的词语，那这其实是对你的听众提出了一定的学术要求，你要求你的听众已经有相关的背景了。这就让我想起爱因斯坦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无法简单的解释一件事情，那就表示你对它其实还不够了解。If you can't explain it simply, you don't really know it well enough.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勉励自己，在讲一个项目或是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不妨我们做点功课，试着用简单的语言去解释复杂的概念吧。好的，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几个重点。第一，怎么和阿嬷解释？这个课题在矽谷的科技公司是一个很常见的面试问题。它主要考验的是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一个复杂的概念的能力。第二， API 是用户界面和数据库的沟通渠道。应用程式根据 API 制定的规则，可以完成用户的需求。最后，简单解释复杂的概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跨团队工作之间增加相互的理解和信任。那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任何问题的想法，欢迎你和我们留言哦。如果你有朋友对这期的内容可以产生共鸣的话，也请你分享给他们。最后，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关于西岸科技、商业、生活和经济的内容，也请你订阅这个频道哦。西岸佳佳，我们下次再见喽。那你可能会问当然重